我们这期要聊一个最恐怖的食人书，一本冷门的书。江湖上什么最难？最难的不是刀光剑影，而是人心的深不可测。你想不想读人心，看破那人皮背后的秘密？你可能听过鬼吹灯，那周八一凭借家传的秘籍开启了寻龙点穴。你以为这只是小说家的天马行空，可真相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。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有这么样一群高人，他们不显山露水，却能翻江倒海；他们不混绿林，他们不问庙堂的高低，却被商贾巨贾政坛的精英奉为座上宾。为什么？凭什么？原来这些人属于江湖中的一个神秘的门派——江相派。他们活跃于明清时期。江相派是江湖术士中的顶级传人。相传江相派有4本绝世的秘籍：阴药篇、扎飞篇、阿宝篇和军马篇。这4本被誉为江湖术士的无上宝典，练就其中一篇就足以凭借一张嘴横行江湖，财源滚滚。但这些秘籍教的不是洞察天机，也不是通晓未来，他教的是如何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言行举止，揣摩出他最隐秘的心思。一句话，破解人心。这不是玄学，这是人性。江相派的这4本秘籍被誉为揣摩术心理学的巅峰之作。它不仅在江湖横行数百年，放到今天也完全不过时。因为这4本书本质上就是一本生存指南，一本社会心理学，一本洞察人性的宝典。别以为这只是唬人的传奇，书中的每一句话教的都是如何读懂人。江湖黑话贯穿全文，外行人即使拿到书也很难看懂。比如看相叫搬木，算命叫问柄，看风水叫寻龙。从江湖术士到现代社会，人变了吗？套路变了吗？答案是没变。因为人性千百年来从未变过。这本书不是教你看风水算命，而是教你如何用最简单的观察挖出对方最隐秘的弱点。他教的是如何不被人骗，不被人踩，反而反手破解套路，保全自己。记住，我们聊的不是玄学，不是术法，而是人性。今天我们就从这4本秘籍中的其中一本阴药篇开始讲起。翻开这本书，就是打开一扇通往职场、社会、生存真相的大门。你且看开篇的第一句：入门先观来意，既开言切莫踌躇。什么意思呢？人刚进门，先看他的意图，等对方开口，你说话就别犹豫，否则会显得不够自信，不够专业。书上的这一句扎到了人性的软肋。人们最害怕的不是别人看不透，而是自己被看透。所以进门的第一步不是看人长啥样，而是看他眼里的神态动作藏着什么需求。看相其实是一场心理战，术士的招数就是掌控局面。放到职场，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，别急着表现你有多能干，先搞清楚老板想从你身上挖啥。新人见领导，如果不先观来意，上来就老板我能加班，能干活，能提案，那你完了。下一秒领导说好啊，这些都交给你。现代社会中，来意这2字就是隐形的权利。你去办事儿，领导不问你是啥人，而是问你来干嘛。意思是你的意图决定了你在我这的地位。说白了，先看清楚对方的动机，再决定关系的距离，这才是社会交往的潜规则。我们再看这一句：天来问追欲追贵，追来问天为天忧。什么意思呢？有人问能不能富贵，又有人问如何解忧愁。简单来说，前者求未来，后者怕现在。追贵问忧，看似2种人，实际是一种心态，都在纠结自己到底能不能过得更好。追贵的人心里藏着不甘，问忧的人心里装满了恐惧。术士知道人的问题不是现在有多糟，而是万一以后更糟怎么办。放到人性的深层，这种心理正是生活的陷阱。不满足当前，总想要更多；不安于未来，害怕失去。术士抓住这种心理，只需要一个模糊的答案，就能让你对未来继续抱有幻想。在我们的职场上，追贵和问忧也是2大派系。追贵的，老板，我什么时候能升职加薪啊？他们求的是未来，但内心其实清楚，凭现在的能力够呛。问忧党呢，老板，这项目我会不会被甩锅啊？他们怕的是现在，但潜台词是你甩锅就完蛋，完蛋就凉凉。术士用模棱两可的回答，把贵和忧转回到你自己的身上。你想怎么干呢？职场也是一样，领导永远让你自己背锅。聪明人懂得避坑，糊涂人忙着找安慰。
现代人都在追贵和问忧，社会的表面繁华正是这种焦虑推动的。你怕穷，拼命追富；你怕输，拼命的攒安全感。术士看得透，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命，而在心。遗憾的是，人们从来不信心，只信运气。还要不要往下看下去呢？还有很多。我们再看这一句：沙砾从中辨金石，衣冠对内别鱼龙。什么意思呢？在沙砾中分辨出金子，在穿得光鲜亮丽的人群中分清鱼龙。术士这话说的真扎心别看有些人穿着人模狗样，实际上是个社会的负资产。这就像职场里的同事，有些人穿西装打领带，开口就是战略落地闭环，闭口是全局资源协同，结果一到实际的操作 PPT 都做错页。你看那沙砾和金石，就好比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，脚踏实地的埋头干活，但没背景，永远被埋没。而衣冠对内的鱼全靠关系网混，哪怕再废，游着游着也能混个办公室的 VIP。辨金石和别鱼龙，职场里就是老板的终极技能。怎么区分？看谁会给领导发信息。老实人发一句报告完成，鱼龙发3句报告完成，感谢领导的指点，您的眼光真独到。一个感谢直接成了金鱼，老板还觉得自己是龙王。术士说这句话的背后，其实是提醒你，金石往往是沉默寡言的，龙却常伪装成鱼，满嘴是泡沫，全靠浪花混直立。社会上那些穿着高端定制的人，背后可能连信用卡的账单都还不上，而真正的金石可能就藏在一身灰扑扑的布衣里。术士嘲笑的不是沙砾，而是社会习惯，用衣冠的光鲜来掩盖真实的分量。毕竟沙砾骗不了人，衣冠却能骗倒一片。我们再看这一句：击打慢签，轻敲响脉，拢脉齐施，敲打省签并用。这句话有些难懂，什么意思呢？急敲快打，慢敲细看，轻轻试探，再敲对方的反应，同时结合吓唬和哄抬2种手段。书上的这话表面是在教怎么敲打，实际上揭露了人性的软肋。人永远都怕被打，也永远都爱听好话。所以这急打慢签是什么？先给你来个下马威。轻敲响脉又是什么？是给你点甜头，最后龙脉齐施，就是经典的套路，先下后哄，敲出反应再加码。在职场里，哪个领导不懂这一套新员工刚进公司的第一天就被安排加班加点，跟你说这个活别偷懒老板盯得很紧。这是什么？急打慢签呢？到了第2周，领导拍拍你的肩膀，小张你干得不错嘛，有前途这叫什么？轻敲响脉。最后领导开始画饼，年底表现好，加薪升职那不是问题这就是龙脉齐施，甜头一给，你就成了随叫随到的工具人。放到社会，这种敲打更是随处可见的。比如那些刚和对象吵完架的人，总会先急打，冷战一天吓唬你，然后慢签给个台阶下，顺便来一句你看我还是爱你的吧。最后龙脉，送花送礼送补偿。这句话揭穿的就是这一点。人性最怕下，也最吃软。你以为自己是主角，其实只是被套路的靶子。我们再看这一句：先签后龙，无往不利；先签无龙，必受之财。什么意思呢？先敲打再哄抬，事事顺利。只有敲打没有哄抬的人，那是帝王级的寿命，因为谁都受不了。书上的这一句话把人心的2个核心需求拆得明明白白。敲打是为了建立威慑，哄抬是为了修复关系。如果只有敲打没有哄抬，那你不是老板，是个活靶子，迟早被人翻盘。职场里的先签后龙很常见，领导批评完你，立刻补上一句：郭小李你的能力是有的这只是细节的问题你被批得服服帖帖，还得感谢领导给了你一个台阶。有签无龙的领导呢，逮谁骂谁，从不安抚，结果呢，全公司都盼着他出事。书上的这一句点的就是这一点。管人是艺术，只有下没有辅，只能寿终正寝。社会里的牵与龙更常见，比如家长教育孩子，考不好揍你，揍完了不哄，孩子就记恨你，揍完再补个其实爸妈是为你好，孩子反而会感恩戴德。书上的这一句的总结是什么？敲是规则，龙是情感，2手都要抓，
两手都要硬。这一段就是术士的江湖生存法则，教你怎么敲打试探，随机应变，同时把人性里最软的地方拿捏得死死的。社会也好，职场也罢，牵与龙是套路，随机应变是王道。我们再看这一句，一片真诚，百说慕名求教。什么意思呢？看似真心诚意，口口声声慕名而来的人，实际上只是想试探你的能力。术士们早就看透了人性，真诚往往是假象，背后藏着的是审视和试探。江湖上靠真诚行走的人，基本都不是真诚，而是拿真诚当幌子，套你的底线。职场里的慕名求教更是经典的戏码。你见过这种人吗？问你啊，大神，这个项目你有什么高见呢？你还以为自己被尊重了，结果呢，他说完就把你的点子包装成自己的，还赢得了老板的夸奖。术士教你一个规则，不要被真诚麻痹，你越信越惨。社会上更常见这种套路，大师，我慕名而来呀，听说您特别准。算命的心里冷笑，准不准跟我没关系，重要的是你觉得我准呢。社会的规则是啥？人从不相信别人，他们只是想通过别人来验证自己。所以你看完这一段，发现了什么？看相的口诀不是玄学，是人性、职场和社会的浓缩智慧。术士用一句话点穿了生活的核心。你以为命是自己掌控的，但其实从头到尾都在别人的算计中。最后术士告诉你，看破不说破才是江湖。你信不信由你，但你会乖乖的掏钱，这才是最扎心的真相。我们再看这一句，八问追，昔者欲拼子贵，怨者实为深深禁骨。什么意思呢？问来问去，归根结底就是干两件事，期望孩子出人头地，担心孙子拖后腿。术士用八问追戳破了人性的真相。大部分人的焦虑都来自于下一代。今天你问儿子能不能成才，明天你愁孙子能不能养活自己。人最大的困境就是把自己的失败感投射到后代，说白了，是你无法接受自己不够好。人性在这里显得特别讽刺。追逐未来是为了弥补过去，术士们知道下一代是全社会最大的心理安慰剂，越是不安，越是用子孙这个理由让自己安心。我们再看这一句，出贵者志极高超，久困者志无远大。什么意思呢？当发迹的人志向往往特别高远，而长期困顿的人志向却早已磨平。人性就是这么矛盾。刚有点钱的人脑袋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不是稳住，而是我要成为宇宙的首富。可那些困久了的人呢，早就不敢谈什么梦想了，能吃饱饭就是万幸。术士看得透啊，人之所以失志，并不是因为没有机会，而是被现实打击得懒得再想。你就像职场里的刚被提拔的小领导，总想着1年带团队上市，2年升 VP。但那些困在基层多年的老员工，只求千万别让我值夜班。职场的真相是什么？出贵者输在野心太大，久困者死在梦想太小。术士的智慧在于，他并不劝你去贵或困，而是告诉你贵时别膨胀，困时别认命。社会也是如此，那些刚赚到钱的暴发户，第一件事就是买豪车建豪宅，天天想着我要改变命运。而那些穷困潦倒的人，天天盘算着这周怎么再省20块钱。术士嘲讽的是这种悲剧，困的人看不到未来，贵的人忘了脚下的路。我们再看这一句，面带笑容而心神不定，家有祸真。脸上带着笑，心里却发慌，这人家里肯定有矛盾纠纷。术士的这话看似是在看面相，实际是捅破了伪装的人性。大部分人的笑根本不是开心，而是遮羞布。你见过那些笑得特别热情的人吗？十有八九刚被家里人怼过，出来的时候只能靠笑掩盖内心的忧伤。说白了，这笑容不是和气，而是公关。职场里的笑容更是一个大戏台，老板拍着桌子骂完员工，情绪稳定的员工立马微笑着说，老板，你骂的对呀，我改呀。但你看他的眼神是不是飘着呀？心里可能早就骂开了，我辛辛苦苦熬到现在，凭什么挨骂？可有什么办法呢？这句话扎心就扎心在笑得最假的人往往有最多的怨气。社会上这种面带笑容心神不定的人随处可见，特别是那种天天在朋友圈秀幸福的人，背后可能正在跟配偶吵到离婚的边缘。术士看穿了现代人的处境，假笑比真痛苦更累，但你还必须天天笑，因为怕别人看笑话。我们再看这一句，
招职闪烁而故作安详，或发自身，眼神飘忽却装得很镇定。这种人麻烦往往是自己惹出来的。这句话真是精准的暴击，眼神飘忽的人心里没底，却要装差，结果呢，装到最后自己被坑了。你看那些最爱吹牛的人，往往就是没货还想挣全场的代表。书上的这句话的智慧就在于，你掩盖的越多，露馅越快，你装的越稳，摔得越狠。在职场里，招职闪烁的现象更经典。你问同事这周的项目准备的怎么样了，他回你放心吧，安排妥当。等那眼神飘得快到窗户外面去了，他八成连项目的标题都没看全。所以最爱装镇定的人，往往是会议现场被直接拆穿的倒霉蛋。社会中这样的人可真不少，开豪车，戴名表，天天跟人吹自己怎么成功，结果被人问一句，你的公司在哪里上市的呀？他立马结巴着说，在那个村头上市。这种装出来的祥和，其实早就写着自爆2个字。你再看这一句，好勇斗狠，多遭横祸，怯懦无能，常受人欺。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爱逞强斗狠的人总是遭横祸，胆小怕事的人常被人欺负。这句话直接失掉了人性的伪装，两种极端的人都躲不过自己的命运。好勇斗狠的人眼里只有对手，看不到刀，而怯懦无能的人呢，只会低头忍气，最后变成人人可踩的小地毯。这两种人谁更惨？答案是都惨，一边死在刚烈，一边埋在懦弱。在职场里，斗狠和怯懦的现象都不少见。斗狠的同事开会咄咄逼人，非要怼得领导哑口无言；怯懦的同事呢，被安排加班不敢说不，最后呢24小时在线，活活的变成了免费的劳动力。所以书上的这句话点穿了这两种人，活得难看的程度不相上下。社会上也是一样吗？那些喜欢说狠话的键盘侠，现实里往往被一句有本事站出来吓得净身。那些胆小怕事的社畜，一边受老板的压榨，一边自我安慰，我是在积累经验。术士的结论是，勇或怯不是问题，问题是这两种人都学不会进退有度。真不真实？要不要再往下看？且看这一句，自是重文学之臣，乱世发草莽英雄。什么意思呢？太平盛世靠有文化的文臣治理，动荡的乱世则依赖草莽英雄崛起。书上的这一句话不是在谈朝代的更迭，而是在点穿时势造英雄的底层逻辑。和平时期你讲文采，乱世之中拳头才是道理。人性总是追求适应环境，但术士暗藏的是，大部分人永远搞不懂自己该练文化还是练武功。这句话放职场里就是经典的两派。大公司里有文化的文臣型员工吃得开，而小公司的创业阶段，能打能拼的草莽型员工才是王道。书上的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，你别站错地方，和平里练剑是浪费，乱世里读书是没命。社会中最讽刺的是，就是这种环境错配。动荡年代的人喊知识改变命运，和平年代的人却在练反诈骗搏击术。术士嘲笑的不是草莽英雄的崛起，而是这些英雄往往生不逢时。该练文化的时候练拳头，该练拳头的时候背唐诗。书上的这几句话表面是在看面相，实际上是什么？实际上是在给生活开刀。每种性格，每种行为模式都在命运的规则里写着成败的结果。笑着活的人才看得透，装镇定的只会撞得更惨。我们再看这一句，时间久响，时隆时沉。什么意思呢？10次敲打能响9次，10次哄抬能成10次。这说的是手法的娴熟，效果自然显著。术士的这句话是教你做人术，敲打是吓唬的艺术，哄抬是满足虚荣的学问。人最怕什么？怕失去，怕被否定。而术士的敲打9次能击中你的软肋，而龙呢，是专门给你的幻象，让你自己往坑里跳。职场里的10天9响就是领导的经典管理术，批评10次，9次都让你以为是针对你这个人。而时隆时沉，画饼10次，每次都会让你觉得这升职的机会一定是给我的。你以为领导在赏识你，其实他只是用这套组合拳把你牢牢的敲在工位上。术士的这套理论可以套用很多场景，比如电商促销，10天9响是什么？天天发最后2小时的清仓通知，吓得你赶紧下单。
石龙石层又是什么？告诉你买3件省300，让你觉得我不买简直就亏大发了。哎，兄弟们，家人们，1、2、3，上车！啊，你上了。人性就这样被营销套路玩得服服帖帖，泄露天机了。如果哪一天我直播卖货了啊，你们就忘了我这一句啊，好不好？答应我一定要忘了这一句啊。你再看这一句，敲其天而推其比，审其一而知其三。敲打一个点，再推测相关的问题，观察一个细节，就能掌握整盘局。这句话体现了术士的智慧，你永远不能问全局，只能找到一个突破口，就能看穿整个局面。人性最大的弱点是什么？一旦露出破绽，所有伪装都会崩塌。所以术士用敲来试探一个点就够了，因为你会把自己的问题全暴露。你看看，在职场里，领导用的就是敲其天而推其比的手法，这就是经典的职场考核术。比如你刚交完报告，领导一句这个数据的来源没问题吧？其实他根本没看细节，但你心虚了，其实有一处没核实。这就是审其一而知其三，你主动把隐藏的错误全抖出来了。社会中更是如此，比如帽子叔叔审讯嫌疑犯，问一句昨晚你去哪了？老实交代。对方就开始解释，我跟朋友去酒吧了，但真的没偷钱包啊。帽子叔叔心里冷笑，谁提钱包了？这不就是你暴露的问题吗？你看看书上的这句智慧就在于不问全局，只需一点就能掌控全场。掌控了这些，你的相比术士还要准。下一段继不继续啊？还想听吗？得嘞，明天您再来。医药篇一次说完我可以啊，就怕您的消化不了，咱这要说好几期。您看看这医药篇的核心呢，恐怕您也看出来了，这就是套话心理学。咱再看它背后的逻辑，难看，您非要说它是骗人也没错啊，说它是心理学也不离谱。为啥呢？因为人心是可以被掌控的。要用医药篇的话来说，这里面有几个原则。第一，很多人天生相信命运，觉得自己的一生是被玄学控制的。第二，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帆风顺，人总会有困惑有遗憾，这就是术士下手的地方。第三，人都有一个要被理解的需求。术士的高明之处在于，他不是看您的命，而是看您的人，他观察您的穿着言行，再用一些共性极强的话术，比如你最近是不是有点烦心事啊？9成9的人都会觉得哎呦算得真准。其实准什么呢？这就是心理学的投射效应，您自己对号入座了。当然咱也得承认，这套技巧不是谁都能玩得转的，术士也是江湖的一个行当，里面有分工有等级。要是能把阴药篇扎飞篇这几篇玩到炉火纯青，那都不是一般人。能让商界巨贾政界的大员心服口服的预测大师，基本都有点真功夫。可另一方面呢，这行也不是全靠骗人。为什么？因为算命的本质上满足的是人的心理需求。我们刚才讲了，术士能生存下去，不是因为他们多有水平，而是因为人心有需求，靠的就是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。最后再回到阴药篇的客观性，它到底是骗术还是艺术，咱也不好下定论。有人说他骗人，您琢磨，有人真被骗到倾家荡产了吗？好像也不多。有人说他高明，您在想，这高明是建立在套人话上的，这不就是和听相声差不多吗？听相声您图一乐，找术士您图个心里踏实。说到底，这篇东西不过是江湖人总结的社会心理学应用指南，它能唬住人，靠的不是玄学，而是对人性的精准拿捏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听不一样的故事，就在李奇葩说。如果您非常喜欢听李奇葩和王大爷讲故事，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。